大家好，我是 Zina。辣椒真是我们的居家必备之物。今天呢，我想来记录一下我的懒人辣椒育苗法，不用晒种子、清芽和催芽，看看能不能成功。不过喜爸在我育苗前呢，就特别提醒我，可能有的品种是没法自己培育的，特别是像我还要育苗 Candy Cane Pepper 这样的新品种，所以我也就抱着试着玩的心态来开始吧。首先呢，我找出了喜爸的育苗平底托盘，因为待会儿呢我会加水，然后搬出去。保险起见呢，我用了2层育苗托盘。当然了，家里没有其实也没有关系，你完全可以用烤盘代替，然后就是带排水孔的育苗盘，或者叫血盘。同样的，家里没有其实也没有关系，鸡蛋盒代替呢，或者一次性的纸杯子都是不错的选择，但是别忘了要自己打排水孔。哦，对了，如果您那里的温度比较低，需要在室内育苗，可能还需要一个带加热器的育苗盘，但是我们德州的天气基本自带加热器，就不用了。我总是希望呢，种菜时呢不把自己搞得太狼狈，所以女孩子呢可以保护好我们这双手，不把手指甲弄脏，还有呢弄辣椒的时候呢不辣到手，所以呢我选择了戴上手套。家里还剩了一些育苗土，所以我们就用它吧。育苗土呢，经过了杀菌处理，用它代替盆栽土呢，能够促进种子发芽。没有的话，一般的土也是可以的。喜爸是个工具控，我在他的百宝箱里面发现了一个专门用来传土的铲子。我还没有想好到底要育多少的苗，所以打算先把一半的育苗盘填土，先做一半吧。如果还想再做的话，我们再填后面那一半的育苗盘的土。好啦，土已经填好了，现在我们来喷水。当然了，咱们等到最后呢，还是要再浇透水的。最近种子呢特别不好买，我们全家全副武装去了3个地方都没有货，所以今天朋友才送来了他的2个品种的辣椒种子。他是在 Amazon 上买的，他说呢里面有40种不同的常见蔬菜的种子。我之前一直不敢买这样的种子包装，怕质量不好，不过他说存活率还蛮高的。整个包装里呢一共是3种辣椒，我朋友给了我2种，但是他在给我的时候呢并没有告诉我给的是哪2种，不过告诉我一种是绿的小辣椒，一种是红色的小辣椒，我想他是想给我一点种植的惊喜吧，所以好期待长出来的样子，咱们拭目以待吧。我打算把2种种子分配到上下9个格子里面，所以它们一共占了18个格子，基本上是每个格子里呢播种2到3粒种子。因为考虑到存活率的问题，这样做呢可以保证每个格子里至少有1颗种子出芽。后期呢，如果几颗种子都发芽了，我会把长势不太好的拔掉。所以在一个格子里呢放上2到4颗种子呢是比较科学的。另一方面呢，播种时呢可以尽量拉开播种的距离，如果是2颗的话，可以对角线播种。这种高颜值的 Candy Cane Pepper 呢，在之前的4种蔬菜推荐视频里呢已经和大家分享过了。它是早春的时候我们在商店买苗直接种下的，当时也是第一次尝试种，买回来呢觉得味道特别的好，我们一家呢都非常爱吃。因为现在疫情的原因呢，喜爸一般也是1-2周的时间才能全副武装出去买菜一次，水果有时候是不够吃的，我们就现摘甜椒当水果吃。现在想试试看能不能育苗成功吧。可以吧？好吃，所以妈妈要种很多啊，好吃好吃，收获了好多好多种子，颜值又高又好吃。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过程，挺有意思的，特别好玩，特别有成就感。因为我们小时候都是在城市长大的，真没见过这些东西。我觉得人是有那种热爱大自然的本能的。以前我都不爱碰这些土啊什么的，觉得好脏啊，把手都弄得特别脏。现在就觉得，戴个手套也还行啊，就是还能保持自己的挺干净的。而且我们家菜园我觉得也还蛮好的，蛮干净的。这就是这个 Candy Cane Pepper， 你看我只用了一半，它还有好多。那我们下一个就是种这个吧，这种狮驼，我不知道这个发音对不对。然后这两个其实它本来应该是绿色的，然后呢，因为我们最近真的没有去管它，所以它就已经长成红色了，已经成熟了。这种辣椒的中文名字呢叫狮子糖青椒，辣度对于我们来说呢是比较低的，但是摘下来之后呢，闻一闻，特别大的一股那个蔬果味儿，果肉也是比较柔软的，适合整根串烤或者用虎皮辣椒的做法来做，拿来炒菜呢也是风味绝佳。它的形状呢是长筒形的小果辣椒，我觉得产量还是蛮高的，果色是绿色的，所以多分一点，到时候也分一点给朋友。大家现在疫情期间都对这个种菜都特别感兴趣，所以我到时候准备多送一点给周围的邻居呀，或者是我的好朋友们。而且这个辣椒很适合在我们德州种啊。好了，别忘了再把我们新加进的土喷湿。的一个辣椒出来蛮多种子的，我觉得够了，对吧？这个 Thai Hot， 正好院子里呢有成熟的泰国辣椒，它们个头很小，但是是一种极辣的辣椒，一处一处的生长，果肉较厚，拿来做泡椒真的很棒。因为我们是吃川菜长大的孩子，泡椒在我们的日常饮食中呢运用是非常普遍的。比如前2天喜爸呢就做了育儿鸡，里面加上我们自家泡椒，口味非常的棒。好了，我准备把这个盘子换一下。OK， 基本上就是这样了。36个盒子是 Candy Cane Pepper， 这里有9个盒子是这个狮头，我不知道这个怎么读。然后呢，这个是 Thai Hot Pepper，一个是绿色，一个是红色，所以我也不太清楚哪个是绿色，哪个是红色。这9个盘里是一个品种，这9个盘里是一个品种，所以我们到时候拭目以待吧。OK， 然后我们现在来把土给撒上。好了，种子已经全部播下去了，咱们呢现在就来给它们盖上一层薄薄的土，只需要薄薄的一层，你甚至可以不用加这一层土，而是直接把之前的土翻一下，盖过种子就行。如果和我一样呢育苗了几个品种，那么就提醒大家一定要在自己记得什么是什么的时候把它们的名字写下来，不然可能第2天就忘了。好，我们现在就来给它浇一个定植水。好啦，接下来这一步非常非常的重要，大家千万别忘了，那就是浇水，浇透水是最好的。我给大家看一下，其实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下面其实都是水，所以我准备多加一点水在这个下面。我还在育苗的托盘里呢加了一些水，这样水蒸气往上蒸发的时候呢，就可以保持土壤的湿润。但是也别加太多，如果托盘里的水太多呢，后期幼苗的根呢就会浸泡在水里，容易腐烂。
好，我们现在准备把它搬到室外去。辣椒的种子发芽最好的温度呢是在25到30摄氏度，低于15摄氏度呢就不宜发芽。我查看了一下未来1周休斯顿的天气，算是夏天里比较凉快的，气温多半都是在87华氏度，也就是30摄氏度左右。当然呢，如果您那里的气温是比较低的话，就只能在室内育苗了，甚至要买一个加温器，这样呢才能保证土壤的温度。我选择了把它放在我们1楼的露台，比较靠里面的架子上，不会受到太阳直射的地方。同时呢，不要放太低，不然小动物们爱来搞破坏。好了，上面提到的所有材料连接呢，我都会放到视频下方，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自行查找。好啦，这一期的视频呢，主要就是以记录为主，剩下的就是期待了。过几天呢，再更新小小辣椒的生长情况，压力好大，怕活不了就啪啪打脸。我们一起来拭目以待吧，看看能不能存活。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我是 Zina，咱们下次再见，拜拜。